你好，我是嘎欧。马上2025年就要结束了，我也准备做一下今年的年末总结。这次的年末总结，我想换一种方式，不只是回顾这一年发生了什么，而是把现在的自己放到3年前的同一个位置上。如果把时间拨回到2022年，那是我第一次觉得自己的人生终于进入了一条稳定轨道的时候。所以这期视频，与其说是年末总结，不如说是一次对照3年前的我和现在的我，在选择、稳定、安心感上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如果要我回到2022年，问当时的我心里最确信的一件事是什么，答案其实非常简单。那个时候的我可能第一次明确地感受到了一种叫做安定的东西。2022年我换了工作，跳到了一家大公司，生活也从相对偏远的地方搬到了城市里面。进入新职场的几个月之后，每天的节奏终于开始变得重新规律起来，而收入也有了明显的增加。未来好像终于有了一条可以想象的轨道。那个时候我第一次非常认真地想过，也许我不会再换工作了，会在这家公司就这样安稳地工作一辈子。与其说那是一种满腔热血喜欢这个公司的期待，倒不如说是相当于刚来日本时的派遣身份。现在的我真的在日本获得了很多，开始觉得是不是已经有些足够了。那个时候的我开始考虑买房，开始尝试把人生计划的时间线拉长。虽然那个时候的钱并不多，但我告诉自己，从现在开始慢慢的积累资本，我应该能够走到自己想去的地方。那个时候的我非常确信的一件事，就是只要路线是正确的，哪怕走得慢一点也没有关系。但是站在2025年我回头去看的时候，那些让我在当时感到最安心的决定，也是现在看来真正把我拖住的选择。而这个选择就是买房。其实我买下的并不是一套很奢侈的房子，价格并不高，3000多万日元，换算成人民币大概135万。前房主因为家庭不和急于出手，我甚至被抹去了一些零头，还顺带的拿到了几件他不打算处理的大型家电。在当时的我看来，这是一个再合理不过，甚至有一点幸运的选择。我只是没有意识到一件事，就是投资型的不动产和自住房的贷款并不是可以轻易共存的两种选择。如果顺序错了，后果往往不是收益变低，而是直接失去下一次下注的资格。简单来说，房贷会占用你的借贷额度，所以一旦先背上了住宅贷款，后面再想做投资贷款就会变得非常难。我以为自己只是买了一个家，但实际上我先签下了一张未来30年很难再去加杠杆的合同。在买房之前，我其实已经做了很多的准备，去买书，去图书馆借书，学习中古房产，整理网站上的资料，也做了很多的 checklist， 查地震、洪水的风险地图，拼尽全力的想要在人生中最大的一笔消费上去做一个正确、安心、不后悔的决定。但是现实还是给了我一拳，因为房屋过户之后下水就出了问题，原因非常荒谬，是滤直和下水设计的太近，滤直的根扎进了排水管。更大的问题是，因为先背上了住宅贷款，所以在接下来的几年，准确的说是30年，如果不卖房或者还清贷款，我将失去参加不动产投资的机会。当时的我只觉得一切正在慢慢的安定，想着我也该有一个家了，但是却不知道有些安心感本身就是用未来的选择权换来的。回望2022年，让我觉得安定的其实不只是生活，还有工作本身。但这份工作也慢慢的显露出和我最初想象中不太一样的样子。刚进入公司的时候，我意外的没有感到那种终于到了理想环境的快乐。在大型企业的子集团孙公司里做派遣的我，曾经以为上市大公司一定是一个高度专业的地方，至少比我当时所在的公司要懂得更多。每一个工具都会被真正懂它的人使用，每一个流程都有清晰的逻辑和目的。但后来我才发现，这样的人其实只占一小部分，更多的时候那只是我的想象。在这里，日常更多的是协调、对齐、调整、沟通，并不是技术。或者说真正懂技术的人并不多。在这套系统里，技术并不是决定性的核心，真正重要的是把项目顺利跑完，把它作为一个商品交付给客户。那一刻，我第一次清晰地意识到了一件事，就是小公司更像是把技术去做深，而大公司更像是把项目跑稳。
我以为自己会在更深的技术里进化，结果跳进的却是一个更大的项目管理团队之中。某种意义上，我自己也陷入了东宫娘娘烙大饼，西宫娘娘剥大葱的幻觉。我发现在这个环境里面，我之前的技术能力并不会得到特别大的评价，反而是交往能力、公司内的人际关系成了更重要的武器。尽管我所持有的手牌和我需要的手牌并不相同，但是因为这是大公司，足够安定，我还是选择了学着适应这个和我想象中不太一样的环境。但一转眼3年过去了，事实证明，忍一忍这件事情并不会让事情自然的变好，它只会让你慢慢的习惯不对劲，直到有一天你也已经分不清是环境出了问题，还是你已经放弃了去判断环境是否有问题。也是在那段时间，我开始重新理解制度这2个字。一开始我只是单纯的觉得有大公司的履历看起来会更稳定，公司给我工资，我提供时间和劳动，这似乎是一笔再普通不过的交换。但慢慢的我开始反过来问自己一个问题，我能不能不只是被动的嵌在这个结构里面，而是试着理解它，利用它。现在回头看，我才意识到这种念头的出现并不是偶然，那是因为在买房、工作、人生路径逐渐固定之后，我第一次感觉到安定感正在一点点的收紧我可以选择的空间。也是在那段时间，我接触到了日本的碰银活，第一次认真的去研究信用卡的规则、活动、限制条件，深夜查资料、画路线图，反复验证假设。我发现每一家移动支付的公司、信用卡的公司、商店都有自己复杂的积分制度，而当所有的制度放在一起的时候，出现矛盾和不一致几乎是必然的。这正是碰银活最核心的地方，理解制度并把它们拼在一起，在必然出现的不完全吻合当中寻找空间。结果是有时候甚至只是把钱从一家银行转到另一家账户，却在转账的过程中能够收获一连串的积分返还，钱只是移动了一下，却平白无故的发生了增长。这件事情让我第一次感觉到，就算人生的大方向已经被房贷和工作固定住了，我也还能在系统的缝隙里找回一点主动权。也正是在那个时候，我真正明白了一件事，制度不是只能服从的规则，而是可以被研究、拆解、组合甚至利用的系统。从那以后，我看待工作、金钱、时间的方式开始发生了变化。后来我开始做 X， 做 YouTube， 也迎来了另一种我以前很少面对的东西，那就是公开的表达。随着内容被更多人看到，误解、曲解、标签化的解读也随之而来。有些评价并不是针对内容本身，甚至能看出来对方根本就没有点开内容，那更像是一种情绪的投射，这其实非常消耗人。有一段时间我甚至不太想打开 SNS， 不想互动，甚至想把它完全的交给机器去做。那段时间我反复问自己，我为什么要把这些想法说出来？为了流量有更粗暴的方式可以，为了显得很酷，我也已经过了那个年纪，为了钱的话，说实话我一直都是大赤字。后来我才意识到，当年我之所以在 SNS 上感到那么的消耗，本质上是因为我把被别人理解当成了一种新的安定感的来源。我其实并不是在对所有人说话，也不是想要说给所有人听。我选择表达，本来就是为了寻找那些在思考方式和价值判断上和我比较接近的人，也许其中也包括当年的我自己。而在这个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会触达到本就不属于这条路径的人，而主动表达本身就不是一个寻求安定的人会做的事。最近我开始有了一个新的理解，网络上的发言本质上是一种价值判断和人格倾向的外显机制。当一个人选择用什么样的语气、什么样的方式去表达观点的时候，他其实也在无意识地展示他是如何看待他人、如何处理分歧以及如何面对不安的。所以有些发言看起来是在攻击对方，但实际上更像是一面镜子，照出的是发言者自己。后来我逐渐学会了一件事，就是不急着解释，也不急着反驳，有的时候只点一个心。当你从被制度裹挟着往前走，慢慢变成一个开始观察制度、理解制度、利用制度，并把这种视角分享给他人的人的时候，在不同视角的差异之下，误解几乎是必然的结果。如果一定要我对2022年的自己说一句话，那并不是某一个具体的选择，也不是一句催促你行动的建议，而是这一点：不要太早把安心感当成终点。那一年的你其实并没有做错什么，
你只是在经历了太多的不确定性之后，终于抓住了一种可以让自己松一口气的感觉。但是现在回头看，我才发现安心感本身并不等于是方向正确，它只意味着你暂时停止了对于风险的感知，而真正重要的并不是此刻你安心不安心，而是你是否还保持着在未来重新做选择的能力。所以如果要说一句真正重要的话，那就是在获得安心的时候，记得问自己，我是不是正在用它交换掉某些还没来得及尝试的可能性。如果这些话会对你产生共鸣，那也许是因为你正处在人生中一个需要重新评估稳定和选择的阶段。我之后也会继续记录这些关于工作、制度、选择、变化的思考。如果你不太喜欢被结论催着走，但愿意慢一点把事情想清楚的话，那也许这个频道会适合你。这就是我的年末总结了。相比于去年的年末总结，今年我没有聊 X 的粉丝数、YouTube 的粉丝数，而是把3年前的自己和现在的自己放在一起给你看，希望你可以有一些启发和思考，并过一个属于你的幸福的2026年。我是高奥，我们下期再见。